奇解易经，流动的易经。大家好，我是齐木，在新的一年里，恭祝大家贵人相助，牛年大吉。所以我们今天占卜的主题是，在牛年里，到底谁是你的贵人？你的贵人到底来自何方？下面呢，请大家跟随我做一个简单的静心祈祷。我某某某，说出你的名字，在此真诚向上天祈祷，希望通过易经棋谱来给我的生活以启示，让我看到更广阔的可能性。感谢。现在呢，请静气明神，面对屏幕上的3种可能性，做出你的选择。是选择一颗白子、一颗黑子，还是一黑一白2颗棋子呢？请把你的选择打在评论区，可以打4个字“牛年大吉，贵人相助”都可以，或是直接点击牌面做出你的选择。好，我们首先来看选择了这颗白子的朋友们，牛年你的感情贵人到底来自何方呢？这个4象阵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个贵人雷达的搜索图里边呀，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你和前任恋情的关系啊，需要有一个清理和了断。直到现在呢，你们依然可能还保持着情感上的联系，或者说对他抱有幻想和期望。但是呢，这种幻想和期望并不能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支持和力量，所以你不要指望你的感情贵人会是原来那个恋人圈或者前任圈子里的人，在这点上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再拉拉扯扯。在父母这个层面，或者说是在长辈这个层面呢，他们会给你一些表面上的支持，但是呢，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呢，是可能敲锣打鼓啊，面子上很热闹，但可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结果，只开花不结果。所以你对他们给你的这些缘分呢，更多的是一种接纳、欣赏，但是不要抱有什么期望。那对于你贵人的主力呢，这个缘分呀，是在同事这个圈子里边，可以看得出啊。你的同事圈子其实有很多资源和缘分可以挖掘，他们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支持和缘分。有些事情看起来呢，可能不是很有把握，有一些缘分看起来你会觉得，不太适合或者抓不住，但是这没有关系，你应该更多的给他们机会。当一个缘分到来的时候，你首先要去抱着积极开放的态度去接纳，然后你才可能创造机会。所以这个成功率其实不低的，给他们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啊。那么在牛年，你重点的贵人的方向啊，是在同事和工作伙伴的这个圈子里边。那可以看出啊，你在同事中的缘分还是很不错的。那至于朋友圈子嘛，给你的支持不是很大。可能这个牛年之前你们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会有一些误会呀、隔膜呀，或者一些过节。总之呢，有一些小震荡，对你们的友情会有一些冲击。这种冲击呢，会延伸到牛年。所以在今年你的朋友的贵人圈子里啊，是一个盘整的阶段。那总体来说呢，你这个4象阵啊，贵人阵的配置还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好，各个方面呢，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支持，有面子上的，有这个实质上的，包括你，即便你的朋友圈子，它也是一个盘整啊，是你们的修复、弥补关系的这样一个关系过程。所以你牛年的贵人缘，感情上的贵人缘，更多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工作伙伴和同事的这个圈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由这个问题往下延伸，你的感情上的贵人，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如果没有出现，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呢？我们看一看啊，白子的能量配置。从
从这个图谱中可以看出，你的那个人呢，他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个贵人，而且呢，他一直在那里，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很常见、很稳定的角色，并不是横空出世，或者说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啊。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他，但是呢，你们之间的要想真正发生点什么，这个缘分交集呀，其实倒很有戏剧性，是要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乃至于有一些电影里的剧情是需要你们经历的。那这个过程可以拍一部小说或者电视剧了。那这位贵人呢，他实际上就在你的生活当中，需要你去多留心看起来呢貌不惊人，但是会给人很踏实的感觉。那同时呢，你跟他真正有缘分交集的时候，又是一个很有激情的跌宕起伏的剧情爱情片儿，所以它已经出现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最后你需要注意什么呢？关于你的注意事项呢，我们来看这个三角阵。这3张图谱整合在一起，它在向你传递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你特别要注意这其中的分寸。这个分寸是让你一下子不要走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远，要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来循序渐进，而且特别要注意你们之间缘分发生的时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小干扰和小考验在等待着你。那这个过程中对你是一个考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造成一些误会。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要强调，你要用一颗特别圆满的心来面对这些未知的缘分或者可能发生的美好时光。只要你把握了这个原则呀，那你的感情还有这些缘分会是非常完美，那你就会把握住你感情上的贵人。所以面对考验呢，始终以和平和正向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去包容，不急不躁不依赖，用一颗特别平常的心，特别淡定的心去处理这个缘分，让它慢慢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最后呢，祝你在这个感情中和你的这位贵人能够最终结出美满的果实。好，祝福。好，选择了这个白子的朋友们，我们用4象阵来检索一下你的事业贵人。你牛年的事业贵人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旺的，这个要恭喜你。最旺的这个缘分呀，是在你的朋友生活朋友和伙伴这个圈子里边。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你的良好的朋友缘能够让你在事业上更进一步，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事业发展空间的立足点。所以朋友是你最宝贵的事业财富和贵人你要好好珍惜他们。而且呢，他们给你的支持并不费力，并不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和牺牲。这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很轻松又很有活力的可以持久发展的关系。看来你的这个命运的福气还真是不少呢。那相对来说呢，同事和工作伙伴在这个方面上，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更多的是按部就班。当然，这个按部就班呢，也可以理解为非常的稳定，就是他们不会给你额外的支持，但是呢，已经有的也绝不会有所减少他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基本盘的关系，就是你的同事，还有工作伙伴们，他们的事业缘是非常稳定和非常坚实的。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有活力是有点波澜不惊，但是非常稳定。如果说朋友们给你的支持是带有水的性质，能够滋养你的话，能够给你活力和经济生命力的话那同事和工作伙伴给你的支持就像大地，他们是你永远脚下踩着的基石。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故，他们永远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所以你大可放心。有了这两个支持，其实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那再来看，你的前任、恋人们，他们那个圈子，虽然他给你的支持没有前两种大吧，但是其实仍有很多缘分可以挖掘。这种挖掘呢，其实就考验你的智慧了。怎么样处理的比较好？兼顾了之前的感情和友情，又能让双方感到愉快。所以你的前任的这个圈子其实也是会给你支持的。那么看到了这三大圈子给你的支持啊，那可以说你已经在贵人缘上优势满满了。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呢，就是来自家人前辈这个圈子，他们给你的事业缘呢，可能不是很给力，甚至给你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小折磨。这种折磨呢，放在大局来看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大势向好前提下的一点点小阴影吧。它只占相对比较少的一部分，还不是主流。所以凡事呢，看看你的大局，你的整体的事业贵人缘，优势相当明显，运气相当不错，牛年大有可为呀。那我们来看呀，那个人现在出现了没有呢？你牛年上的事业贵人呢，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蜕变期，他自己也在经历一个羽化为龙的过程。之前他的状态其实也还没有现在这么优秀啊，所以你要给他时间，也是给自己时间。当他完成这个蜕变过程的时候他就告别了从前的自己，从而可以一飞冲天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是质变。所以呢，当他完成这个过程之后，他就会出现在你的世界中了。那这种出现呢，也不是狂风暴雨或者横空出世，也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所以你要对此有一个思想准备，要擦亮你的眼睛，当贵人出现的时候，不要错过哦。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三角阵来看，你应该注意什么？这个三角阵给你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牛年是你事业摆脱困境起飞的一年，这个贵人的出现会让你进入一个新的快车轨道。那所以你要善于把握和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期吧。那首先你需要做的其实不是大踏步前进，而是先沉下来，先把自己的弱点弥补好不要急吼吼的去四处找人当你把自己的弱点和毛病补全之后机会就会来到。所以这个棋谱给你的建议呢，是先静下来，然后再动起来。先静下来，把力量蓄积好在宁静之中去集聚最大的势能和力量。这样机会来到的时候你才会大胆的去开启按钮，不再犹豫。那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也是和风险并存的，但是你要注意今年是你的事业蛮可贵的一年，这个贵人给你带来的是永远的机遇大于挑战，所以你面临他出现的那个时刻不要犹豫，大胆的去跟上去，给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去迎接你事业上的美好时刻吧。OK， 我们来看选择了黑子的朋友们，你们的感情贵人的缘分，它的走向到底如何呢？从这个四象阵来看家人和父母这个圈子这个层面的缘分给你的支持是最大的。这个缘分最有可能来自于父母长辈家人这个频道，可能很多传统的方式看来很适用于你从这个图谱中看到你和前任其实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但是收的还不是很完全，还应该再进一步，把以往的一些联系包括一些情节再清理一下，彻底的轻装上阵来面对新的可能性过往的一些风波还有一些纠结伤痛，过去就让它过去了，真的是要向前看，新的一年开始了。从朋友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的朋友圈的缘分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他们的压力各方面也很大，可能没有余暇去给你这方面的支持，他们能够顾好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很不易了。在这个时段呢，可以说很多人，你的朋友们都在经历着他们各自人生的考验，可以说是自顾不暇，所以你不要过多指望他们能够给你支持。而你的事业伙伴、你的同事们呢，他们会给你提供这方面的缘分吗？从棋谱的图像来看呢，是一个小概率，是一个小概率风险还很大的一个状况，有点像赌徒的感觉，就好比你进入了一个轮盘赌的一个局，可能大部分的概率呢，你得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呢，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概率，侥幸成功了，也会有意外之喜。所以你的同事和工作伙伴的圈子里呢，在感情贵人缘这方面啊，会是一个小概率的轮盘赌，就像中彩票一样啊。总之你不要抱太大希望，但是呢，买2张彩票，可能一不留神，反倒中了大奖，这种可能性还是蛮戏剧性的，所以你也不要放弃希望哦。生活给你的意外之喜，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出现。那从这个4项能量配置来看呢，给你最大支持的其实还是你的父母啊、家人、长辈这个层面。你要更多的和他们去互动交流，他们是你真正的依靠。同时呢，再和以前的前任呢，这个能量关系啊，再清理一下，把眼睛抬起来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去迎接新的可能性。好，那我们继续深入。那个贵人他已经出现了吗？还是没有出现呢？从这个图谱来看呀，这个人呢还没有出现，他还在命运之流中啊，去寻找和奔波，他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浪潮把他拖起来，他顺着这个浪才能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们的缘分呢，不要着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你和他之间的缘分，不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小缘分，还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的整体的因缘。这个整体的因缘，是有更大的一种命运之轮在支配着。所以你不要去过多的去改变或者期望，稍微再有一点耐心。这个过程不是你们能够决定的，有更大的力量在操控着。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把自己的方方面面的状态调整好，来迎接这个缘分。最后来看一看你需要注意的事项，你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个贵人缘分的处理过程中，这个三角阵啊，给你传递的信息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一个积极的导引，告诉你呢要大胆、积极和主动，因为你的很多缘分呀，有更高的一个命运之轮在主导嘛，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其实是可能改变的很有限，那更多的是你需要去推动和主导。当你恢复能量之后啊，具备了一定的耐心之后啊，当你正常发挥的时候，保持你平均的能量频道，那你应该用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状态，最后呢，提升自己的频率，来感召到你这个感情上的贵人。那这个过程中，需要你去用头脑去好好的观察、去思考，谁是你应该在寻找、应该出现的那个人。当他出现之后，当你看到明确的目标让你心动的那个人之后啊，那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主动的去接近他，去创造机会，因为他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缘分，值得你去这样对待。尽管那个人现在他还在命运之流里在奔波，在探索，
还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并不远了。当你把自己的频率和状态调整好的时候，就会离它很近很近了。这时候你要把握住机会，看准目标，然后积极主动的去开创一个新的可能性，这是你特别需要注意的。不要后退，不要徘徊，也不要等待，但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心状态调整好，这是你做一切的前提和保障，明白吗？ OK， 所以你在牛年的缘分也是非常大有可为的哟。好，选择了这颗黑子的朋友们，看一看你们牛年的事业贵人缘到底来自何方。总体来说呢，这个四象阵给你的启示呢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你牛年的事业贵人缘呢，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出现过程。它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方向是你的同事和工作伙伴这个圈子里。那在这个圈子里呢，他们会给你一些利益的共享，包括关系的渗透，会帮你打通一些关节，还有一些很有时效性的人脉，这对你来说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维护好和他们的关系啊，一些关键的人脉，这时候你要给他们足够的回馈，并且呢，低下你高傲的头，向他们示好，要讲究先来后到，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这样你在牛年的事业的这个贵人缘就能够续上了，就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你的前任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礼包，虽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丰厚的收获吧，但是这种小的红包啊、好消息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正面的回应。至于说朋友方面呢，那你周围的朋友最近过得不是很好，他们也处于一个事业爬坡期，也正在经历一个很关键的考验，所以指望他们给你贵人缘呐，难度稍微有一点大。这个方向不是你的主要经营方向，所以对待你的朋友，你应该更多的给予他们关注和温暖，他们这时候也非常需要，这正是他们的低谷和困难时期。你这时候的付出啊，其实会有加倍的收获和回报，所以讲究雪中送炭嘛。这时候你的朋友们是最需要你雪中送炭的人，当你把这个炭送过去的时候，你会成为他们的贵人。那当时机、当因缘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成为你的贵人。至于说前辈这个方面嘛，你要抓住这些缘分呢，还有点勉强，有点踮起脚尖儿够着的感觉，不是很稳定，这个支点不稳，所以有一些好事呢，看起来也许和你有关系，但是你的实力和你的底盘可能没法接住这些缘分，那以至于呢，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从你面前流过去了，流过就流过去吧，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啊。就好比在一个饭局上，你只有那么5杯的酒量，那更多的酒其实你是招架不住的。喝酒是如此，那做事业也是如此啊。有些东西它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这时候不要贪。凡事呢，还是要抓住力所能及，并且最适合你的方向，就是你的工作伙伴和同事这个圈子，切记他们会给你最大的支持。好，那看一看你的事业贵人，他现在出现了没有？这个事业贵人呢，他现在虽然是你的贵人，但自己也在受折磨呢。他在进行一个潜能训练式的考试，在迎接他的课题，这个课题已经达到了他的能力极限，所以他现在也是被试炼的过程和状态，还无暇向你输出支持的力量。只有当他完成了这个功课之后啊，他才能够凤凰涅槃。现在的他呀，可以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所以呢，你不要着急，等他完成这个过程，他就会浴火重生，来到你的面前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牛年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在对待这个问题，贵人缘的问题，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来用三角阵来觉察一下。这个三角阵给你的启示呢，是让你安心呐。你要知道啊，凡事自有命数，有的时候啊，
时机还没有成熟、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安下心来，要乐天知命，先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掌控的，所以你在面对更多可能性的时候尽人事听天命，把自己能做的做好，做到极致，达到自己视野范围之内、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满分状态，然后再等待天命和运气的降临。那这个事业贵人缘，它终究会和你相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这个过程是戏剧性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位贵人也在经历着生死磨练，也在经历炼狱一般的考验呢。当他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你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肯定也不能太弱吧，所以你也要经历很多剧情的。所以在牛年呢，你要想真正获得大牛呢，会有一些奇妙的剧情等着你发生。这个剧情是超乎你意料之外的，各种反转各种意料之外。但最后呢，你会笑到最后，最后你会在看似很有想象力或者说很难以预料的乱战剧情之中能够冲开一条生路能够豁然开朗，柳暗花明。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需要把自己放下，这个执着心呢不要太过于强烈，把自己交给命运之流。这个缘分会拖着你往前走，天无绝人之路，它不会让那个贵人一直不出现的。所以放下自己吧，让自己变得更潇洒，并且呢提升自己的眼界，看到更广阔的可能性和世界。因为你的贵人他就在不远的前方，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格局境界也要和他相应，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变你的命运和未来，对吗？祝福你。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选择了黑白棋子的朋友们，看看你们的缘分来自何方呢？可以看出这个四象阵给你的一个能量的描绘是非常有力量的，支持你贵人缘的缘分还是很多的，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呀。其中呢最有力量的是你的同事和工作伙伴，他们给你的这个缘分的支持可以说是排山倒海能够帮助你摆脱困境所以你要对你的同事和工作伙伴好一点哟，他们可是你转运的贵人哟，多花一些时间和他们请客吃饭联络关系吧，你得到的收获将是不可思议的。那除了这个同事和工作伙伴之外呢，你的朋友圈其实也蛮给力的。那看来你平时在朋友圈的人品还真不错呢。这些朋友圈的人呢，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缘分。他们也会怎么说呢？其实还是蛮宠着你的。有时候好朋友会蛮想着你去追着你，去给你各种好东西好缘分呢。所以你的朋友还是很不错的哟，你好好珍惜他们。在工作伙伴和同事之外呢，要注意维护你的朋友圈，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将是你翻身的第二股力量至于说前任嘛，你和前任的关系还是有点拉拉扯扯可以说是藕断丝连没有完全死心。这个呢也不能说不好，但会给你造成一些小的怎么说呢，心情上的困扰吧，或者小烦恼。不过呢这也无伤大雅，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相对于朋友和同事们给你的支持而言这点小烦恼不算什么，你可以轻松搞定的。至于说父母方面呢，长辈家人方面他们也能够给你一定的支持，虽然力度没有你的朋友同事工作伙伴给你的那样给力，但是他们也尽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大努力，所以你也要珍惜哦。他们给你提供的缘分还有相处的过程中你应该对他们也有一些理解和尊重。要知道他们也不容易，他们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那你真正的缘分主力贵人缘是出在工作伙伴、事业伙伴和朋友们的身上那看来你在同龄人中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呀。那我们来看那个人出现了没有，还是在哪里呢？
这个图谱它在向你传达的信息的意思是啊，它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在等着你，它还没有浮出你的水面。那你需要去经历一些事情，当这个缘分或者剧情的线索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出现。它离出现的日子并不会太远了，它是在某一个角落里啊，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啊，但是很轻松愉快的啊，在完成着自己的功课。所以你对未来可以充分的放心，虽然眼前并没有明确的一些缘分和目标啊，但是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是轻松和美好的。它就在前方，这个缘分等待着你去接头，所以大胆去经历吧。那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注意什么呢？这个三角阵，它向你传达的信息是啊，有时候你有点优柔寡断，很多事情啊拿不定主意，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容易徘徊啊，到底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走，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这种性格和模式，当你在面临干扰的时候啊，会显得有些无力，这是你主要的一个困惑点和卡点。那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信息呢，在迎接接下来的考试的时候，在体验接下来剧情的时候啊，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对峙这个弱点，就是面对干扰要更顽强一些，面对一些小的误会考验的时候，别那么轻易的就犹豫，那样太软弱了。但是你有一个很独特的杀手锏，那就是你的心灵品质其实是蛮高的，也是蛮纯的。这种纯粹的品质啊，是你与众不同的独门绝技，你需要好好的守护好它，不要忘记了。当你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啊，你的魅力，可以说是非常独特，会吸引到独特的缘分，只属于你的独特缘分。它会让你变得，超凡脱俗吧，带有这个味道，与众不同。所以你要护好、守护好你的这份纯净的心灵净土。当你守护好它的时候，很多干扰它无法进入你的内心，自然也就无法伤害到你。当你面临抉择的时候啊，你的这份纯真和宁静啊，会给你指引，让你做出真正的选择。所以在面对外在的这些杂念的时候，这是考验你心灵品质的一个关键时刻。只要你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真诚、善良和宁静，那个贵人的缘分就会离你越来越近。好，祝福你。好，选择了一黑一白这两颗棋子的朋友们呐，看看你们的选择，牛年的事业缘如何？看看四象阵给你们的启示。你的这个事业的缘分呀，真的是特别的旺啊！恭喜你啊！这几个图谱显示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力量，支持的这种能量啊，源源不断，在方方面面环绕着你。那其中啊，特别有利的呢，是你的朋友的圈子和工作伙伴的圈子，他们给你的这种力量简直是铁杆啊！就像打不断的脊梁一样，无论遭受什么变动或者风波呀，都会妥妥的在那里呀，一直在给你鼎力输送能量。所以你有这样好的一个朋友圈子和同事圈呢，真是应该感到庆幸。另外呢，在前辈的这个圈子里呢，也会有一些支持。这种贵人缘呢，不像你的同辈、同龄或者工作同事这种平等关系的缘分啊，他们给你的缘分，看起来还可以，但是需要你去用心的去把握，才能收到。如果你一不留神呢，那这个缘分，这个贵人就够不着了。所以与之相比啊，你的同龄圈子就像你的左膀右臂一样，它是你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基石。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维护这两个圈子上。至于前辈呀、家人呢这些圈子呢，他们不是你事业贵人的主攻方向，更多的是一个维持的状态，一个平均水平。另外呢，在你的前任这个
缘分的圈子里啊，也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挖掘啊，甚至是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升级的惊喜。如果说你的同龄朋友们给你的支持啊是基石的话呀，那这个前任的缘分给你的会是腾飞，所以你的前任他和你的缘分还真的蛮关键的，那就看你能够如何挖掘这份缘分了。总之呢，你的这几个人脉的圈子啊，都是从方方面面、四面开花来给你支持。这里边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就需要你去用心经营了。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你的朋友圈子和同事圈是你的基石、基础，而你的前任的这个人脉圈子是你未来事业起飞的一道隐秘之门，一把钥匙，看看你能不能打开这扇宝藏了。这个剧情也挺有意思的啊。那来看一看啊，这个贵人他现在出现没有？这两个图谱啊，在告诉你，这个缘分其实呢，它在那里，只是现在还没有动，机缘没有到，它在酝酿一个，或者说在等待一个更适当的时机。目前的条件呢，虽然有，但是不太成熟啊。如果它出现了，或者和你的缘分有交集的话呢，也未必能够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结合状态。所以现在，他在做的就是守护好自己的能量，给自己充电，完成自己的升华和蜕变，在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去出现。那一旦时机成熟，那就会一飞冲天。这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越早出现越好，对吗？这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去前进、去思考自己另外的可能性。最后，我们用三角阵来觉察一下，在这个期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这个三角阵呀，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啊。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要维护好自己现有的这些朋友们、同事们，他们是你最值得信赖的依靠，他们也是你的基石。无论你走多高、走多远呐，他们永远在你的背后，是你的左膀右臂。所以维护好他们，这样你的能量呢，就会有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回转空间。另外呢，在那个贵人没有出现的时候啊，你应该低调一点，也是要把自己的能量收敛一点，在等待未来的雷霆一击。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藏的剧情啊，那这个剧情各个支线剧情之间是有隐藏的钥匙的，那每一个缘分的出现都是一把钥匙。那缘分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抓住呢？有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缘分？这就是你需要事先做功课的地方，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当春天没有到来的时候嘛，那很多你看野生界的动物啊，就在土里这样冬眠嘛，或者守护好自己的能量，等待春天和夏天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你现在也是，你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给了你非常多的事业营养和支持，那你就需要保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的基本盘，然后等待，默默等待你那位事业贵人的出现。不会很久，他快出现了。你最终要注意的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你能够把握住，并和他的提升频率同频共振，这样你才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真正的把握住你命里该有的这份事业起飞的机会。